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说爱隔山海。今天我们聊聊佛学中的轮回和宇宙学之间的联系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心心念念的亲人，他们是如此的爱我们，而我们又是如此的爱他们。可惜因为某种原因，他们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也带走了我们对他们的爱。我们和他们之间是永世的分隔，还是说会在未来有机会再次相见？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在区几十年的未来，是不是也会陷入到这种永远失去存在的境地？这可真不算太遥远。如果宇宙时间无比的漫长，完全没有结束的时候，那么每个人最终都会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留下任何痕迹，如露亦如电。我们的生命的痕迹就好像是阳光下的露珠，刹那间就完全不见。最终我们的思想会不会陷入到虚无主义的境地？反正就是一切都不再重要，反正一切都会被人遗忘，多么的令人惴惴不安，毛骨悚然。这一切真的是这样吗？坐下来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问题。原始轮回论的诞生，人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？你说不对，应该还有灵魂。对，按照沙漠一神教的观点，确实如此。每个人死后的灵魂都会飘升到永恒的天国，或是坠入永久的地狱，并最终迎来最后的审判日，也就是先后诞生的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观点。比如在基督教希伯来书中写道，人活一次死一次，以后临到他们的是审判。但你可曾知道，轮回的概念实际上是受到了这些宗教极力的压制。我说，我们天然就相信轮回，你信吗？轮回并不是一个很神奇的概念。从远古时代开始，我们的先祖就会不断地重现这样的场景。一支以渔猎为生的部落，祭奠了刚刚意外死去的最优秀猎人。之后，有人在不久之后便声称，在某个月光朦胧的晚上，看到那位死去的勇士好像化身成为某种动物，在和他对视之后，便消失在茫茫黑夜中。久而久之，死去的人会变成某种动物的说法，自然而然的就会流传开来。接下来，我们的先祖又会在某个年轻的孩子身上，依稀看到了之前那位死去勇士的面容。于是，他们感激，他们快乐，他们说，他又回来了。甚至，这位孩子会继承之前死者的姓名，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轮回。以上这个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，在仅100-200年前，在今天印第安部落中就仍然广泛存在。他们相信，灵魂在死亡后并不终结，而是会重新投生到新的生命中。这种轮回可能是在人类身体中，也可能是在动物或其他生命形式中。我们相信，同样朴素的轮回观
应该就同样存在于世界各地先祖们的生活中。佛教的轮回观，但对南亚次大陆所依次诞生的婆罗门教、佛教和印度教而言，轮回不仅仅是一种想法，更是信仰的基石。死亡绝对不是终点，而是下一次循环旅程的开始。就好像下班乘坐地铁，我们只不过是在今天这个时间到站了而已。明天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还会进入同样的地铁站，踏上同样的旅程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好像是每个星期的开始，不是星期一，而是星期日一样。生命的起点不是呱呱落地的新生儿，而是带有业力的生命。在准备轮回之前，就已经开始了。因为每个生命都会带着诸多前世种种善恶记录，也就是业力。做个简单的比喻，就如同你在网络游戏中创建了个角色，设定好人物参数，在踏上未知的旅程之前，其实人生就已经开始了。那么既然如此，谁也不用为亲人的离开感到悲伤了，因为每次离开都是一次新的开始，那有什么可恐惧的呢？同样，也不用为我们必然迎来的死亡而感到忧虑。我们和我们的亲人虽然再次相见会很困难，但时间是近乎无限的呀。只要我们的旅途还在继续，哪怕未来再有重重阻隔，我们的相见也是必然。但依次诞生的婆罗门教、佛教和印度教对轮回认识的深刻性却有所不同。早期的婆罗门教虽然很早就提出了轮回的概念，但更多是一种血统论的延续。婆罗门教认为，高种姓者更有行善积德的优势，会在下一次轮回中很有可能继续成为高种姓者。反之，低种姓者也会在轮回中继续成为低种姓者，持续不断地继续受苦。这样的轮回观何尝不是一种桎梏？而在佛教诞生之初，佛陀已经敏锐地指出，一是众生平等，不光是人与人的平等，甚至是人与动物也要平等。二是轮回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一切苦难的最终结果。这种永世的轮回就好像永无结束、永不让人休息的旅程，何尝也不是一种桎梏？这其实真是一种智慧。后续印度教的发展吸收了不少佛教的观点，但又死灰复燃了种姓论，远没有佛陀一开始的智慧与深刻。不过谈了这么多，你可能会问，都已经在现代社会了，我们难道还要相信轮回吗？这种虚构还有意义吗？人离开了，就是离开了，组成我们亲人以及我们自己身体的所有部分，那些元素和基本粒子会四散开来，然后散布到天地间。这个描述很唯美，也就是说，失去了就是失去了，再无复生的可能。没错，在早期的科学观中，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进展，我们发现科学居然也和1000年前的佛陀产生了对话。我们的世界，或者说我们的宇宙，本身就在不断的轮回中。我们有可能，也相当有可能，正在经历着所有的一切。
宇宙正在轮回。宇宙的来源是什么？我想对于大多数对现代科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，一切都来源于140多亿年前的那一场大爆炸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宇宙从一个极小的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无数的物质从那一刻开始诞生，组成了光，组成了满天的繁星，组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山川湖海，以及我们自己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同样也就是时间的开始，岁月持续流淌了140亿年。宇意为空间，宙意为时间。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了上下四方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。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性在2000多年后由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所论述，这可真是跨越时间的对话。既然有开始，那就会有结束，那么宇宙又该是如何结束呢？有很多科学家认为，有证据表明宇宙有可能会在亘古之后慢慢熄灭，直到最后一颗星星不发光，直到最后一个黑洞都蒸发殆尽，可能长达10的1000次方年，也就是10的后面要跟着1000个零。这个时间太遥远了，所以可以用亘古来形容，但那真的会到来。这在宇宙学称之为热寂。可是，难道就这样结束吗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整个宇宙哪怕有10000万年的时间，再加上10000万光年的空间，好像也不过是一个冷酷的玩笑。这一切将会没有任何意义。就算某一个人死去不重要，但如果连宇宙也会一同死去，那么一切究竟有何意义？想一想，这大恐怖就会油然而生，真才是会惴惴不安。曾经的科学家也是如此的悲观。不用着急，按照现阶段最新的弦理论，却已经改变了这可怕的终局，那就是 M 理论。爱德华·威腾，这位可能是90年代之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，其实也是弦理论之父。他把散落无种的弦理论进行了统一，发明或者应该说发现了 M 理论，真正揭示了我们整个宇宙的命运。宇宙很可能就在轮回。当宇宙逐步走向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的宇宙和我们宇宙的平行宇宙会通过引力的作用，在我们看不见的维度上慢慢靠近，然后在接触的那一刹那，新的大爆炸产生了，宇宙又一次得到了重生。这种远离再接近，爆炸再远离的过程，很有可能就是循环往复，无穷无尽的。我们的宇宙就在一次次爆炸中诞生，一次次繁星满天，一次次化为黑洞，一次次逐步热寂中完成一次次循环。天哪，这就是佛陀曾经所说过的成住坏空啊！感兴趣的话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在后面详细去讲这个话题。那么你会问，那宇宙是在轮回，可是我的亲人和我又怎么会在轮回呢？很好，那你进入到了这个理论框架中最吓人的部分了，请做好头皮发炸、后背发凉的准备吧。我们在轮回的宇宙中轮回，
在整个宇宙的轮回过程中，基本粒子总数有限，它们会重新排列组合，在无数次的轮回中，必然会再次重新组成我们的地球，重新组成你我，重新组成我们逝去的亲人。此时你可能会问，组成我身上的粒子和组成之前我身上的粒子又不是一样的粒子呀？那就需要引出另外一个概念了，就是粒子的全同性。曾经我们经常说，这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但是这世界上却不会有不一样的基本粒子。比如光子，把两个光子放到一起，一左一右，我们将无法给它们编号，因为用尽任何的手段都无法发现它们的区别。基本粒子这种奇妙的特性，正是爱因斯坦指导印度科学家波塞发现的。所以说，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两片相同的叶子。基本粒子就好像是难以分出彼此的乐高积木，只要给予无数的时间，足够多的基本粒子自然就会重新排列成相同的叶子。只不过这个时间长得吓人，如果是在宇宙的单次轮回中，这个几率也是微乎其微。但在无尽的宇宙的轮回中，这个几率再小也不会是零。那么相同的叶子就必然会出现。既然完全相同的叶子会再次出现，那么完全相同的我们又怎么不会出现？即便这个几率太小太小了，已经远远小于佛学里的须臾的须臾的须臾，但终究会出现，乃至出现全同的宇宙。所以也许你坐在屏幕前，滑动到人间见禅频道，发现了我的视频，看到我跟你聊天，但也许这个过程已经在宇宙的循环往复了无数次，所以我们必然会和我们逝去的亲人再见，甚至在那个宇宙中，我们还有可能弥补了曾经的遗憾。这便是庞加莱所预言的那样。亨利·庞加莱，这世界上最后一个全才，提出来了庞加莱回归，并从数学上预言了它的存在。直到量子理论诞生后，我们发现世界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，那么庞加莱回归就非常有可能是真的。这便是宇宙给我们留下的温柔。佛学是唯心主义辩证，先贤们以佛陀为代表，通过内心的思辨接近了某种答案。科学是唯物主义辩证，随着科学的不断的发展，我们也在探究世界中接近了某种答案。两个答案的交汇是必然发生的吗？我们不知道。爱德华·威腾提出的 M 理论虽然已经被引用了许多次，但依然还是个未解之谜。根据科学家的估计，如果我们想要验证弦理论，可能是需要银河系这么大的加速器才可以实现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环银河系加速器。但真相有可能就深藏这其中，同时也很乐观地给了痛苦迷茫的人一丝光亮，告诉我们这一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但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宇宙记住，也不会留不下任何的影子。如何可以悟出这里面的一切？如何理解佛陀讲述的脱离轮回苦海的概念？其实都是很深很深的东西，我们还未曾能够知晓。好的，
今天就讲了这么多，请关注人间见禅频道，方便下次可以找到我。也请转发和点赞，这样可以增加我的权重。让我们下次再见。